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这几天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新闻是中国、日本、韩国三方领导人在首尔会面，这是重启三国峰会。那么在这会议之后呢，三方还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那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恢复经贸关系，搁置政治争议，其中避免谈到日本、韩国的这种安全防卫的问题主要是针对中国跟朝鲜的。那么他们主要是想谈经济合作，特别是在这个访问的时候，出席这个峰会的中国总理李强也不断的强调，中国的这个大门是开放的继续的改革开放不会改变而且要降低税率，能够促进这个自由贸易。李强在会见三星董事长李在镕的时候，他说外资企业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将永远向外资企业开放。他还说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特别是扩大市场准入，以改善商业环境，使得外国公司能够确保在中国的投资和发展。看似呢这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呢李强越是讲这种话，也越证明他底气不足。那这种说法跟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大量外资撤离，对中国的信心越来越差包括把这个中国的政府的信用评级都降下来了。李强这段话跟事实不符，只是他嘴上在说，但是他实际在动作却不断的审查外资、限制外资、赶跑外资。所以我认为李强的承诺是廉价的，因为李强本人他也做不了主，就算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他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那又如何呢？大家看的是具体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外资的政策，而不是你嘴上讲什么。当然嘴上还是要说，但实际上动作呢，他必须要考虑到国家安全，必须有大局意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来。他一旦这样的话，那么他之前的承诺都可能会作废，所以说不能把他的承诺当真。我相信三星也好，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些企业也好，都不可能把李强的话太过当真。这些跨国财团有自己的智库，有自己的合作的智库，有自己的分析人员，他们跟各国政府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不是那么轻易的你一两句话就能忽悠得了的。而三星之前也关闭了好多在中国的工厂，所以这是大势所趋，没有办法。别忘了三星还受限于美国的制裁，因为你用的是美国技术、美国设备。所以说当美国要求你三星不能够对中国提供芯片的时候，三星就不可能这么做。所以李强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他必须要按照国际规则来做事情这些跨国财团他不可能为了还没有承诺的、还没有看到果实的一个利益的诱惑，为此就跟美国作对。而且你现在很多技术设备还是来自于美国，那你怎么站边是很清楚不过的事儿。而且就在李强访问韩国跟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见的时候，中国欧盟商会还发表声明说他们的成员在中国面临很大的困难，说特别是市场准入和监管壁垒方面。这是在中国的欧洲企业给李强狠狠地打了脸。具体的细节我们看，这是欧盟商会发布的2024商业信息调查，他们总共访问了529名会员企业，发现其中只有 13% 视中国为未来的首选投资地点，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这些企业可都是在中国投资很多的企业，他们却不再把中国当作未来的主要投资地了。而且其中有 26% 的会员已经决定或者正在考虑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并且有超过一半的企业计划削减成本，并且有 26% 的企业想要裁员。这次的商业前景报告是至今为止最悲观的一次。那么有人就想了，这些是外国企业的看法，不一定中国人生活的就不好。我们再看看最新来自美国边境的数据，据福克斯新闻引用美国官方的数据，目前美国已经逮捕的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
已经达到3万人之多，这还只是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发生的事情啊！从去年10月到现在，美国边境被逮捕的中国偷渡客高达3万人。如果看去年2023年，总计是24000名中国偷渡客，但是再往前推，2021年全年才只不过有342人，就是从去年开始，偷渡的比例大幅增长。大家发现走线是一个非常好的偷渡美国的渠道，而且正规的这种坐飞机或者办假护照啊，或者以其他理由到美国然后黑下来，这种手段越来越难了啊，因为美国对这中国人的签证限制越来越严，所以说他们就通过走线的方式，从1年几百人现在变成1年几万人，而且从去年到今年还在不断上涨过程中。而且据说有些人他们在偷渡进美国之前就把自己的中国护照给销毁了，所以他们进到美国之后，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叫什么名字啊，一切都是没有的啊，不知道，他可以随便编。所以说你怎么来调查他的个人身份，对吧？这又是个问题。说大多数的中国偷渡客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就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收入太低了啊，想寻求更好的机会，而不是说因为受到了某种压迫，或者是有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所谓的中国经济蒸蒸日上，改革开放成就显著，结果现在每年上万人变成了经济难民。你说是中国大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吗？如果你跟过去30年前比，当然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把今天跟去年比，或者去年跟前年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更好，反而更差。所以说才会出现这么多人因为经济原因而逃离的现象。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就是他们不是说因为吃不了饭了，就是说挣扎在这个饥荒边缘啊，并不是这样。就是这些人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温饱，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没有希望，这是最根本的。他们不想活着只是混口饭吃而已，他们想赚大钱，或者是想生活更好，但是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改革开放已经终结现在已经开始整个经济进入这种你说是下行吧，但实际上它已经是停滞状态了，所有的财富基本上是在内部重新分配的，所以这些人有些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了，所以他们就把过去积攒的那笔财富交给这些蛇头。据说他们每家是75000美元的偷渡费，当然可能找的人不一样收费标准不一样，几万美元他拿得出来说明至少他家里面能凑出几十万来几十万人民币在中国，他宁愿给和蛇头到美国去挣钱，因为他知道到美国没几年，就算你去打黑工你都能挣到几万美金而在中国呢，你永远都是人下人永远都是在这个社会底层。那我看到这个媒体对他们采访说，这些人是先到土耳其或者是到泰国，因为去这两个国家是不需要签证的，你只有中国护照就可以了。到了这两个国家之后，你再去其他的国家。但是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偷渡到美国之后，按照美国的法律，他们是有资格留下来的，或者是等待这个整个的程序获得身份的程序，所以要很多年，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在美国生活、美国工作，所以导致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的奔赴美国。美国政府其实这次也无能为力他们说，你说你遣返吧，你遣返到哪儿去？中国接受不接收只是个问题，对吧？你还得劝中国去接收，那你是不是得给中国好处，对吧？又可以被中国要挟一次，对吧？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航班就是遣返成功了，只遣返了14人，从美国飞回沈阳。那么仅此而已但是这简直是杯水车薪了，所以大多数人留下来。这些人到底是谁？有没有中共的间谍？据说在过去这几年，有上百次中国公民闯入美国军事基地的情况。我相信这种偷渡的情况只会多不会少从24000到3万明年可能就4万、5万、6万每年都会增长。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离开中国呢？因为中国经济不行嘛。据日经新闻网的报道说，他们分析了中国最近的这几年来消费价格指数，发现跟日本在90年之后发生的这个失落的20年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某种衰退状态。
就是你的通货膨胀低于2%，你的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处于通缩状态。那么日本呢，很明显已经走出了困境，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重新焕发了活力。那我们看3个数据，一个是在日语学校就是读书的这些留学生，今年达到了9万719人，创历史新高，就是到日本留学的外国留学生大增。还有日本对外净资产现在已达到471万亿日元，连续5年创新高。然后再看房地产，东京圈的房地产投资额在今年初1月到3月已经超越了纽约和伦敦，跃居世界第1名。大家投资东京的房地产，看好经济，看好发展，你才会去定居、去留学或者去当地购置物业，对吧？买房子不是买白菜，你一定是有信心它还会继续增长，对吧？你才会去买。为什么继续增长啊？买的人多嘛，大家都看好嘛。而且除了这个住宅以外，还有就是这里边包括了商业性的房地产投资。日本全国的房地产投资额在去年的时候增加了29%，暴增29%，但是全球的房地产投资额却减少6%，这简直是逆势增长嘛。就日本被大家看好，这也是大量的数据可以证明。我看到了一个香港的大外宣媒体，他还在继续的给中国政府涂脂抹粉，然后完全不顾事实，找到所谓的教授然后去分析为什么中国这么好我们看他的这个标题就写的中国经济增长令世界惊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活在平行世界美国下降，欧盟停滞，日本暴跌，全球经济面临重大变局然后再一看，3个人谈了40分钟真的是能把睁眼说瞎话讲得这么头头是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先别想着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你先看看你们自己香港的经济是现在有多差先不要看恒生指数，它已经成为笑柄。据彭博社最新的报道，香港的办公楼大量闲置包括李嘉诚的物业，即使在中环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有大量空置。那香港人到底怎么想的呢？他们怎么想的也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中国韭菜。那作为韭菜，那只能过韭菜的生活了，所以他们纷纷的跑到中国内地去消费。半岛电视台还有一个报道说，香港人纷纷的跑到内地，包括紧邻香港的深圳去消费、去购物，特别是去吃饭，为了能够节省成本。知道这样做什么结果吗？就是很多香港人没有想到，他们最终跟这个什么大湾区什么就融合在一起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你现在的收入水平比中国内地高很多，所以你去消费觉得很好但是时间长了之后，香港的这些商家他们开始越来越倒闭的倒闭，裁员的裁员最后导致香港的人工慢慢也会不断的往下拉，最后跟中国内地看齐，然后物价水平一定会拉下来拉到跟内地一样。收入水平当然也会跟内地一样。今天从香港去中国内地消费，是因为双方的制度不同，收入不同，所以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gap 他们利用了这个 gap 能够为自己捞取一些好处。而这个 gap 怎么形成呢？是因为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是英国统治下的一个自由繁荣的地方，所以说它有了跟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因此香港才能有后来的繁荣，香港人才这么有钱但是很明显，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开始逐渐的融入中国然后再加上后来被共产党统治，所以慢慢的香港的优势不在，最终一定会变得大陆化、平庸化，甚至现在还有这个 gap， 赶快去中国消费。你一个香港白领一定远远高于中国的白领，你香港的清洁工的收入也远远高于中国清洁工的收入，对吧？凭什么？大家就是一河之隔，凭什么这样？而且又是一个国家了，又是同样一个政府来管制，对吧？凭什么呢？你甚至一个清洁工一个月2-3千块钱到头了，你凭什么香港的清洁工就不能够2-3千块钱呢？我们大把的人2-3千块钱可以干的，所以香港的人工一定是不断的在下降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然后物价也会下降，人工也会下降，包括经济的繁荣度政治的自由度都会跟中国大陆看齐。
香港的股市和香港的地产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一定是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看这些新闻只是看了一个标题，只是看了一个表面，好像香港人在利用自己的收入跟中国收入的这个差距来占点便宜啊，但实际上慢慢这个便宜也越来越少了。再过些年你可能会发现，你就算去深圳消费你都消费不起了啊，因为你的收入在减少，你的工作机会在减少。当然了，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幸运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经济不会再继续成长了，也就是说物价不会再继续的升高了。我们刚刚讲过，中国现在陷入到了通缩状态，物价已经在不断的下跌了。当然了，深圳、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还能够维持，因为他们可以集中所有的资源。那么崩溃一定是从那些小地方开始蔓延的。目前这个状态还可以持续下去，但是持续到什么时候，现有的积累已经不够用了，或者说你的老本被掏空了，什么时候在社会上、政治上就开始出现动荡了。那好，这期节目的分析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